我知道很多观众看到今天的标题，第一时间会在心里吐槽：麦门，你又在危言耸听了。我家附近的房价根本没跌，建商还是一样赚得盆满钵满，哪来的冰风暴？如果你现在心里正是这么想的，那我必须说你非常敏锐，因为你看到了市场表象的价格僵固性，但这也代表你可能完全忽略了隐藏在平稳价格底下那股正在疯狂吞噬散户购买力的流动性陷阱。如果你现在手里正抱着几百万现金，每天盯着实价登录，准备趁着这波房市冷清进场大捡便宜，或者你手里刚好握着2-3间中南部的预售屋，还在群组里跟着别人幻想着交屋后能轻松转手大赚一笔，那我强烈建议你现在立刻放下手边所有的杂事，把接下来我即将揭露的每一个数据与逻辑深深地刻在脑海里。新闻标题写着马到没成功，房市温度创4年半最凉纪录，台南部分房价指数下跌近13%。很多散户看到这种标题，第一反应是太好了，房价终于要崩盘了，我可以准备进场挑好货了。但在这里，我必须植入一个残酷的投资底层逻辑。很多人以为房市最大的风险是价格崩溃，但真正的绝境是流动性陷阱。当你看着新闻标题，幻想能捡到建商跳楼大拍卖的便宜时，你已经掉入了资本的猎杀区。在这个大断层时代，建商与资产阶级根本没有赔钱，他们只是透过战略性缩减供给来保全获利，将交易停滞的代价全数转嫁给市场。你以为你在抄底，实际上你只是在用自己脆弱的现金流去替那些口袋深不见底的既得利益者接盘。看不懂这层资金逻辑，你的资产就注定在无量盘整中被慢慢耗尽。今天麦门要带你打破房市表面的冰层，深入直击2026年房市的真相。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代表北台湾新建案市场的助展风向球会掉到35分的冰点？为什么在全台买气急动的同时，台北市的成交量却能逆势大增13%？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央行死掐者脖子不放，房贷利率超过30个月卡在2%以上的窒息时代，普通人到底该如何在资产大断层中保全现金流？如果你不想在未来3年内因为错误的资产配置而重伤，请务必把这支影片看到最后。冻结的买气与建商的底牌。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线的客观数据，感受一下现在的市场流动性到底有多枯竭。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代表北台湾新建案市场概况的助展风向球，2026年1月的灯号维持在代表衰退的黄蓝灯，分数掉到了35分，这是创下近4年半以来单月最低分。我们上一次看到这种低迷的数据是2021年中全台湾因为疫情3级警戒，大家不敢出门的时候。现在没有疫情，但买气却跟3级警戒一样惨。预售屋推案量、新成屋户数、待售建案数全数往下滑。1月份，毕竟农历年节前夕，建案每周平均来客组数只有11.8组，成交组数更是只有0.9组。你没听错，平均一个建案1个礼拜卖不到1间房子，有1半以上的建案单周赏屋组数是个位数，甚至是整周交易挂单。虽然在部分重划区偶尔有新案刚开卖时开出红盘，但蜜月期极短，隔周买气数据直接腰斩，整个市场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观望气氛。接下来我们来拆解多数人对建商最大的误解。在供给端，1月预售推案量暴减400多亿元。看到这个数据，很多网民会嘲讽建商终于怕了，建商准备要赔钱降价了。大错特错，请立刻抛弃这种天真的共情与幻想。建商根本没有赔钱，这只是他们保全现金流与净利的战略性防御。作为市场里资金装备最齐全的超级掠食者，建商非常清楚现在买气结冰，与其降价破坏区域行情，不如直接把建案封盘不推，用时间换取空间。他们宁可少赚慢赚，也绝对不会把利润吐出来让你占便宜。然而，这种人为压缩供给的强势护盘，代价就是待售建案数无可避免的持续飙高。1月总数来到1551案，超越了多年前疫情时期的1300多件。这不是价格崩盘的信号，这是一座流动性彻底冻结的冰山。特别是过去被过度炒作的热区，卖不完的案子越叠越高。当市场上充满了卖不掉却又死不降价的房子，这就是资金效率降到冰点的摩擦成本。而这个成本最终都会反映在那些急需套现的散户身上。我不买，你不卖的僵尸盘。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卖压这么重，那房价总该大跌了吧？卖方总该降价求售了吧？这就是台湾房市现在最诡谲也最让人窒息的地方。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我不买你不卖的僵尸盘。国泰金控发布了2026年2月的国民经济信心调查，高达63.3%的民众认为现在不是买房时机，但同时也有高达57.5%的民众认为现在不是卖房时机。买卖意愿双双陷入低迷，房市直接陷入僵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极度矛盾的现象？这就是多数散户看不懂的总体经济板块挪移。现在的台湾总体经济和股市表现其实非常强韧，民众对于2026年经济成长率的平均预期只有 3.16%， 虽然对台股的乐观指数微降，但风险偏好指数却上升到了 25.4， 也就是说市场上是有钱的，只是资金的流向变了。买方为什么不买？第一，央行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的枷锁，死死掐住了市场的资金活水，贷款成数被砍，宽限期被拔，这对于习惯开满杠杆的买盘来说，等于是被抽干了血液。第二，房贷利率超过30个月维持在 2% 以上，在台湾过去长期超低利率的环境下， 2% 的资金成本对购屋族来说现金流压力倍增，所以买方在等卖方撑不住。那卖方为什么不降价卖？房市与股市的根本差异在于持有底气。当卖方在股市获利丰厚、现金流充裕时，他们宁可把房子空置收租，也绝不会在无量盘整区贱价抛售。这就是价格降不下来的绝对护城河。股市一天可以跌掉 10%， 但房市的价格调整极度缓慢，通常需要2到3年时间的无量盘跌，民众才会慢慢接受价格下修的现实。现阶段，股市好资产阶级口袋深不见底，加上央行短期内不可能松绑信用管制，整个市场就注定是一个低交易量、互相消耗的死盘。看透资本底牌，打造你的赢家防御系统。讲到这里，我想跟所有在看影片的观众分享一个我深信不疑的投资底层逻辑。在资本市场里，多数人的共识往往就是财富毁灭的开始。当街头巷尾都在讨论哪里的预售屋会翻倍时，那就是风险最高的时候。而当现在所有人都在观望，期待房价会出现无差别大崩盘的时候，真正的聪明钱却已经在悄悄进行资产的汰弱留强。很多人投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们缺乏独立思考的系统。他们总是被新闻标题牵着鼻子走，被群众的情绪绑架。多数散户的悲哀在于用情绪对抗总体经济。在流动性枯竭的市场中，你唯一的保命武器不是祈祷崩盘，而是建立一套看懂资金流向的独立防御系统。这种逆人性的思维与交易逻辑，并不是看1、2支几分钟的影片就能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有行无市的僵尸盘里，你盲目等待只会被通膨吞噬购买力。这也是为什么我在 Press Play 以及微股利平台上建立了我的专属财经订阅专栏。在我的付费专栏里，我不报名牌，我也不给那种模棱两可的预测，我只做一件事，带你拆解法人与主力背后的资金逻辑。每个礼拜我会发布深度的总经数据剖析、独家的筹码流向追踪，以及我个人实战多年的交易策略模型。我会教你如何在这个大断层时代布局那些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防御型资产。如果你受够了在市场里总是慢半拍，渴望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投资护城河，成为能在冰风暴中存活下来的少数人，欢迎点击影片下方资讯栏的连结，加入我的订阅专栏。资金回流，蛋白区崩塌。当你看懂了前面我说的僵尸盘逻辑，你就会明白，在流动性枯竭的市场里，资金绝对不会平均分配，而是会出现极度残酷的阶级淘汰赛。如果你现在还对中南部的外围重划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只要撑过去就会涨回来，那么接下来的这份历史级数据将会无情地打破这个迷思。2025年第4季的都会区房市季指数正式公布了，全台房市动能呈现转弱，全台指数来到 163.25， 较前一季下滑 3.25%， 年减 3.66%。这不是单一区域的问题，而是多数都会区同步出现的全面修正格局，谁面临的价格较正最剧烈。台南单季下滑 5.08%， 年减幅高达 12.99%， 这是本季全台修正压力最大的区域。接着是新竹年减 8.52%， 台中年减 6.79%， 高雄年减 7.33%。这份数据揭露了最冷酷的资本外溢与回流效应。这些过去靠着科技大厂题材炒作、供给量暴增的非核心区域，当央行掐断杠杆源头后，面临的不是毁灭性的崩盘，而是漫长且痛苦的流动性结冰与价格校正。聪明钱发现把资金卡在高基期的外围风险太高，于是果断抽离。相反地，我们转头看双北市，台北市年减仅 0.62%，
新北市年减 3.02%， 修正幅度极度微小。更不可思议的是，住商机构统计今年1、2月的成交件数，在全台买气惨兮兮的情况下，台北市的交易量竟然逆势年增 13.9%， 新北市也年增 7.2%。而同时间的桃园、台中、台南、高雄交易量全数衰退，这就是麦门一直强调的资金板块挪移。投资人发现中南部的高基期蛋白区有极大的流动性风险，与其把钱卡在那边接刀，不如先把资金抽回股市获利，或者是择优入市，把资金重新集中到保值性最强、抗跌性最高的双北蛋黄区。未来的房地产蛋黄区的防御力将远远优于蛋白区。核心地段的震荡已经逐渐被深口袋的资产阶级消化，而那些供给量巨大、没有实质刚性就业人口支撑的蛋白区，还要经历漫长且痛苦的挤泡沫过程。看懂未来的选屋逻辑。在2025年到2026年初，房市全面启动、交易量大幅萎缩的格局中，根据实价登录的历史数据统计，全台竟然有10大生活圈的交易量呈现逆势成长。看懂这10个地方为什么能在僵尸盘中突围，你就掌握了未来10年资产配置的保命手段。我们来回顾这份数据：增幅第1名，新北市中和的远东世纪广场科学园区。2024年成交量只有221件，2025年大幅攀升到864件，年增近3倍。因为这里有极强的就业人口刚性支撑，加上新建案长期供给量极少，一旦有指标案推出，立刻吸引深口袋的自住与置产族群扫货。第2名，台南东区的平实重划区。虽然台南整体出现13%的价格校正，但平实重划区的成交量却翻倍成长，因为它紧邻南纺购物中心商圈，拥有捷运蓝线跟转运站的具体建设利多，展现了极强的抗跌动能。这就是我说的个案表现。同一个县市，资金的流向可是天壤之别。后续包含新北新店、新汉生活圈、桃园树人生活圈、台中西区晴美草悟道生活圈，以及板桥江穗北侧基区等地。你可以冷静思考一下，这10个逆势突围的区域共同点是什么？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有虚无缥缈的炒作题材，而是他们具备了4大硬实力：1、产业人口的刚性支撑； 2、看得见的重大建设利多； 3、大型品牌建商的加持； 4、具备绝对竞争力的价格优势。这印证了一个残酷的资本现实：未来的房市走向将高度趋于个案表现。资本市场将毫不留情地抛弃那些只有愿景没有机能的荒芜重划区，高度向具备硬实力的精华地段靠拢。这就是流动性陷阱下的汰弱留强。总体经济的隐忧与建商的转嫁战略。我们再把视野拉宽，从总体经济的基础来看看，为什么这个僵尸盘短期内根本无解。台经院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制造业动能虽然部分回温，但整体景气并未全面复苏。国内虽然有 AI 需求带动，但终端消费市场趋缓，而对房市影响最致命的是营造业。很多人天真的以为房子卖不掉，建商就会降价，但现实是，建商正面临结构性的成本僵固。今年1月，国土署正式推动了营建剩余土石方轻运车辆新制，政策利益良善，但直接导致部分工程延宕，加上缺工找不到人，绿色通膨导致环保法规日益严苛，原物料成本根本降不下来。当建商的制造成本降不下来，他们会怎么做？赔本卖给你吗？当然不可能。建商的战略极度冷酷，他们把推案时程无限期延后，或者直接把高昂的成本转嫁到未来的定价上。央行死卡着资金水位，房贷利率维持在高档，买方觉得贵不想买，建商成本高不愿降。这就是为什么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直言，短期内整体房市交易量能恐将持续处于低档盘整阶段，至少在2026年的上半年，这是一个完全卡死的资金僵局。普通人可以怎么做？面对2026年这个量缩价稳、流动性冻结的极端房市，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到底该怎么办？麦门给你3个最冷酷、最务实的生存战术。第一，放弃买在最低点的幻想。很多首购主现在的心态是，台南有地方修正13%了，我再等1年，说不定会崩盘跌30%。别傻了，我在前面说过，屋主口袋深不见底，股市还在帮他们提供现金流。除非发生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否则核心地段的屋主宁愿把房子空在那里收租，也绝对不会贱价抛售。对于双北蛋黄区或是具备4大硬实力的生活圈，看到符合自身现金流的物件就理性评估，不要妄想会有骨折价。第二，针对外围蛋白区的流动性压力测试，如果你锁定的目标是那些过去2-3年供给量极大、投资客满手，现在待售案量堆积如山的非核心重划区，
请记住，这不是叫你拿着屠龙刀去砍价捡便宜，而是你要利用市场的流动性枯竭去测试卖方的现金流底线，价格进入了溢价空间扩大的阶段。你要寻找的是那些被央行第7波管制卡死贷款成数，面临交屋违约危机的过度杠杆投资客。但切记，没有实质技能支撑的区域，再便宜都不要碰，因为那不叫捡便宜，那叫替别人承担流动性风险。第三，资金配置在防御型资产。在国际政经局势不明朗、国内信用管制严格的环境下，你的资金配置必须极度谨慎。如果房市的门槛对你来说太高，或者你认为部分区域还有流动性风险，那就不要硬逼自己把现金锁进房地产。在僵尸盘中，现金流的厚度决定你的存活率。与其在死水中盲目测试别人的底线，不如把资金布局在具备实质定价权的防御型资产上，让每一分钱都能产生抗通膨的现金流。2026年的台湾房市已经彻底告别了那个闭着眼睛买、躺着赚价差的资金泛滥年代，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极度考验眼光、考验现金流耐受力的资产大断层时代。数据不会骗人，助展风向球的35分低迷，单周不到1组的成交量，这些都是市场流动性被抽干的铁证。政府的信用管制枷锁短期内不会解开，房贷利率的高墙依然耸立。未来的资产增值将完全取决于个案的硬实力，只有那些具备产业支撑、交通建设与品牌实力的优质资产，才能在这场冰风暴中屹立不摇。不要再被那些盲目看多的言论洗脑，更不要陷入期待建商崩盘的虚假幻想中。看懂资金的流向，看懂政策的底线，这才是你在2026年守住财富的唯一武器。如果你希望在这个充满杂音的市场里，有一个绝对理性的脑袋帮你过滤资讯，帮你拆解最真实的总体经济趋势，那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与专栏。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深度解析对你有帮助，请务必帮我点个赞，分享给你身边那些还在观望房市的朋友。最后，麦门想问大家一个极度现实的问题：你认为现在那些死撑着不降价的建商与投资客，是真的口袋深不见底，还是已经在现金流断裂的边缘硬撑，准备用话术抓下一个替死鬼接盘？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你的观察与真实想法，我们来激辩一下，我也会亲自回复。我是麦门，专门为你拆解市场真相与财富逻辑。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